听到吴飞燕的话，吴天林大惊失色，脱口道：“英主，您为何这么认为？”吴飞燕道：“因为他杀过常胜伯，见识过常胜伯的训报，所以他才知道不能给钟永伯训报的机会，必须将钟永伯一击必杀，因此他才会用如此另类的手段杀人。”说着，吴飞燕又道：“我是真没想到，他竟然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常胜伯的训报竟然没给他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时隔不久，他又杀我一名伯爵。”吴天林问：“英主，这里刚失火没多久，这岂不意味着此人此刻也在纽约？”吴飞燕咬牙道：“若我的推测是对的，那现如今的情况就是敌暗我明，他一定知道我来了纽约，所以他现在肯定不在这里。而且他在我落地之前斩杀陈志民与钟永伯，又将4方宝状秘密送回华夏，还刻意以陈志民的名义租了一架飞机飞赴华夏来干扰我的视线，时间节奏都被他拿捏得非常精准。这就证明他不只是知道我来了纽约，他是完全掌握了我的动向。从我出发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”吴天林忙道：“英主，机组人员已经全部解决了，我这次打算直接从吴家调几名敌船后备来担任您的专机机组。”吴飞燕道：“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的行踪，那我的那架飞机也就不安全了。你去重新准备一架飞机，准备好之后不要来纽约了，让飞机去费城等着。”吴天林忙问：“英主，您这是打算离开美国？”“吴飞燕道：“那个人不会再回纽约了，说不定已经离开了美国，留在这里没有意义。况且我身在明处，还是尽早离开比较稳妥。”吴天林问：“那罗斯柴尔德家族呢？这帮混蛋在纽约只手遮天，坏您道心，难道不给他们一点教训？”吴飞燕淡淡道：“给，当然要给，我恨不得在走之前抽出一点时间，直接灭他满门。”说着，吴飞燕又道：“不过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你也见识到了，杀他们图个一时痛快很容易，但杀过之后，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死敌。我们不能招惹这种强国的政府，这件事还是要徐徐图之。”言罢，吴飞燕冷声道：“调查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适婚青年的资料，争取送几名书生进去。”吴天林恭敬道：“英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部分的联姻对象都是犹太裔，他们相对传统，书生恐怕很难混得进去。”吴飞燕摆手道：“让吴永镇想办法，我只要结果。”吴天林立刻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当吴飞燕决定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书生的时候，叶晨的专机已经从柏林顿国际机场起飞，载着他返回华夏。他不知道吴飞燕能不能在纽约找到陈志民和钟永伯的相关线索，不过他倒是也不担心，吴飞燕就算能找到2人被杀的证据，也不可能找到2人的尸首，更不可能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。如果他们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派人到现场毁灭证据的线索，那估计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麻烦大了。不过叶晨对此并没有任何愧疚之心，因为他很清楚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不无辜，若不是他们拼了命也要找到周良运，又怎么可能与破清会扯上关系？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他们咎由自取罢了。对叶晨来说，这次的美国之行可谓收获满满，救出了周良运，送回了4方宝状，又杀了陈志民和钟永伯。陈志民是安家的心腹大患，钟永伯又是吴飞燕最后一位伯爵，现在2人都被解决，对破清会来说又是一大损失。现在的破清会还能让叶晨感到威胁的，除了吴飞燕本人，就只剩下那3个即将打开泥丸宫的长老了。叶晨倒也不着急继续与破清会打游击，他觉得眼下正是双方暂时休战的一个好机会。吴飞燕不敢染指华夏，自己回去之后可以安心在金陵参悟一下九玄经序的内容，同时也好好研究一下父亲留下那本相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而且华夏目前已经安全，叶晨觉得也是时候让老婆萧初然回家了。自己让费可欣把她请去美国这么多天，心里也很是想念。
于是他用专机上的卫星网络给费可欣打了一个微信电话。电话接通，费可欣的声音传来：叶先生，您找我有事？叶晨问他：费小姐，目前你那个项目的进度情况怎么样了？初然什么时候才能合情合理的抽身离开？费可欣想了想，恭敬地回答道：叶先生，初然在项目中的角色比较重要，是3个核心设计师之一，而且这个项目开得很大，如果真要做完前期设计工作以及施工前的所有交接，至少也要半年时间。叶晨问道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顺利抽身？费可欣无奈道：如果我跟初然翻脸把他开了，他就能顺利抽身了，只是那样未免太残酷了些，没有合适的理由直接开人，以后朋友也没得做了。叶晨道：不用这么极端，不然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。说着，叶晨又问他：你这个项目投资大概多少？费可欣道：大概10亿美金上下吧，目前投了3亿。叶晨便道：这样吧，10亿美金我来出，辛苦你先搞出点合约问题，就说拿地的手续存在法律争议，目前要让项目暂时停工，法务团队跟进把争议处理掉，才能继续动工。然后你就把项目暂时停掉，让初然先回金陵，后面等时机合适你再重新启动，到时候你再出面请他继续帮你完成这个项目，我会让初然婉拒的。在叶晨看来，做事本身就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的去给朋友帮忙突击一个项目，自然是想一鼓作气把它啃下来，不过一旦中间出问题要先回来，这股气就会松下来，而且自己可以让费可欣把项目停得久一些，等老婆萧初然手头事情多起来之后再忽然启动，老婆就算想去也很难抽身。而且费可欣当初找萧初然帮忙就是以救急的名义请的，项目一旦暂停，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慢慢梳理，到时候萧初然帮不帮忙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费可欣听到叶晨的办法，便立刻说道：叶先生太客气了，这点钱对费家来说不算什么，我这边就先找个合理的理由让项目无限期暂停，什么时候您需要初然再来美国了，我再重新启动。叶晨听得一愣，下意识想婉拒，但仔细一想，这种事还真说不准，万一将来又有类似的情况，费可欣那里还真是安顿老婆的好选择，所以自己也不要把这条路彻底堵死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那就辛苦费小姐来处理了。费可欣微笑道：叶先生，可欣办事，您尽管放心。此时此刻，金陵栖霞寺，在栖霞山的北麓，栖霞寺的北侧山谷，有一个十分幽静的山中别院。这处院落属于栖霞寺，但却一直不对外开放，就算是栖霞寺内的僧人也被方丈告知不得无故接近。眼下金陵刚刚破晓，山中还见不到太多光亮，整个山谷一片雾气氤氲，各种鸟叫声在山谷中回荡，显得格外悠扬。别院之中，一位不可方物的中年贵妇正在院中的蒲团上盘腿而坐，轻轻捻动手中的佛珠。这位贵妇正是叶晨的母亲安承熙。这时青砖瓦房中走出一位留着极短寸头的中老年女子，此人便是安承熙的属下孙姐。孙姐走到安承熙的跟前站定，恭敬地说道：夫人，刚收到消息，少爷回国了。哦。安承熙睁开眼睛，惊喜地说道：四方宝状刚回了燕京，晨儿现在也返程了，那彼得想来也被他救出来了。孙姐开口道：机场那边反馈，只有少爷一人上了飞机，没有见到那个周彼得。安承熙笑道：晨儿一定安排好了，那个北欧女皇海伦娜提前访问加拿大，说不定就是晨儿所为，彼得大概率会跟他一起离开北美。说罢，安承熙又问：陈志民呢？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孙姐摇头道：目前还是下落不明。安承熙点点头，笑道：那想来是已经死了，那场大火说不定就是晨儿用来毁尸灭迹的。说罢，安承熙问他：晨儿这次飞哪里？金陵还是燕京？孙姐恭敬道：回夫人，少爷直飞燕京。
安承熙欣慰地说道，那估计是到燕京向他外公说明情况去了。这孩子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清楚的。说罢，安承熙感叹道，等晨儿去过燕京，应该就会返回金陵了。等他回来之后，我就要加倍小心。只是我至今还没找到机会见一见伊藤菜菜子，晨儿回来，怕是更难寻得机会了。孙姐惭愧地说道，夫人，这些天伊藤小姐一直在香榭丽苦修武道，偶尔回汤臣一品的家中也是2点一线，属下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安承熙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，我有个办法，能不能成尚且未知，姑且就是他一试吧。